虾仁穿越修仙界身中丹毒，只有寻求道侣双修才有一线生机。但他万万没想到，修仙世界居然也要彩礼，给不起天价彩礼的他，只好娶了身负重伤的魔门圣女。穿越过来2年多，修为一直停滞不前，没想到一夜洞房花烛，效果居然这么明显。嘿嘿，等等，如果我多娶几房妻妾，是否能提升得更快呢？想到这里，虾仁准备再去一趟姻缘阁，毕竟他只有5年的寿命了，必须尽快提升修为，才有活命的机会。虾公子，昨日你才娶了妻子，今日怎么一来我姻缘阁了？莫非虾公子太过刚猛，你那小娇妻承受不住，还需再找一房小妾？王婆，我确实想再找一房妾室，你帮我物色一下吧。修为和相貌都不重要，只要彩礼不高就行。没问题，我今天就给你找几个合适的。那就多谢了，我有时再过来。虾仁当值的炼丹房，每日辰时点卯，酉时散值，连续请了2天假，管事已经对他非常不满了，所以他只能先去上班。夏道友早啊，王道友、徐道友早。昨日你请了假，错过了大场面。什么大场面？房主昨日炼出了一枚冰清丹，那可是2品灵丹，在市面上能卖到100灵石呢。冰清丹嘛，虾仁体内的丹毒是一种顽固的火毒，冰清丹正是可以解火毒的灵丹。不过即便是100灵石，对虾仁来说也是一笔难以负担的巨款。虽然前路困难重重，不过眼下总算是看到了点希望。以后只要和秋娘子多多锻炼，待修为突破到炼气3层，我便能尝试自行炼丹了。你们说房主下个月会不会给我们涨工资啊？想屁吃呢！房主只可能给自己换飞剑，不可能给我们家酬劳的，还是赶紧去干活吧，不然又要骂了。魔门被剿灭之事，你们应该都听说了吧？但你们知道魔门圣主和圣女是怎么死的吗？怎么死的？这魔门圣主和圣女被3大宗门的高手围攻，2个大魔头眼看不敌，竟当场双修，要用出惊天魔功，所幸被3大宗主阻止，最后2人双双爆体而亡。可是我听说魔门圣主也是女子啊，如何双修？那你就别管了。说起来，当年3大宗门与魔门和谈，我还远远看到过那魔门圣女夏青莲。据说这夏青莲美艳妩媚，你可曾看清？何止是美艳，那一双腿高挑修长，上身又宛若巨桃，简直就是勾魂夺魄，绝世无双啊！可惜呀，如此绝色就这么死了。要是能与他共度春宵，此生无憾啊！那可是杀人无数的魔门妖女，你这身板连怡红楼的小翠都压制不住，还是算了吧。王成，你怎可空口误人清白？小翠昨晚才夸我修为博大精深呢。摸鱼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，时间转眼来到酉时，虾仁散了职，便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姻缘阁。虾公子，好消息！今日正好有几位寡妇，还有几位怡红楼从良的女修前来相看道侣。我对他们说了你的情况，他们都很满意，就等你来挑选了。勾栏从良的也会来姻缘阁相看道侣？你们看不起勾栏女修，他们的身家可是不菲，又个个身怀绝技，你要能娶回家，那是你的福分。我还是先看寡妇吧。好嘞。1个时辰后，虾仁一脸兴奋地走出姻缘阁。他方才看中了一个名叫长雪的寡妇，此女是天生火灵体，炼气2层，与他很是匹配。彩礼也只要10枚灵石，可以说是非常良心了。今晚回家就与邱姑娘言明，若无意外，明天便能迎娶妾室了。回来了，我煮了粥，吃一点吧。这我管你体力不济，便在粥里加了8几天阴阳货和锁阳草，只是煮的稍久了些。你快吃吧，趁热效果更佳。虾仁看着黑乎乎的粥，不知该如何下口，但想着终究是妻子的一番心意，他只能硬着头皮将这碗粥喝完。娘子，我有件事想与你商量一下。我今天去了一趟姻缘阁，邱道友，你获得修行点2，亲密度过低，无加成。加到修为上，修为炼气2层，100%，是否立刻突破？给我突！获得修行点2，亲密度过低，无加成。刚才我喝了那么多的药材，为何依然不堪一击？算了，至少修行点还是没有克扣我的。你还好吧？娘子不用担心，这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好，再来。邱道友，且慢。
邱道友，你昨日才为人父，还是要多休养身子，切莫操劳过。邱道友，夜已深了，我们还是歇息。夏公子，方才你说有事与我说。没事了。常道友，抱歉了，我家中一个妻子便已应付不来，实在无力再娶你，你我终是无缘了。虾仁穿越修仙界，身中丹毒，只有寻求道侣双修才有一线生机。但他万万没想到，修仙世界居然也要彩礼。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，竟意外捡到了身负重伤的魔门圣女。这位道友，你要多少彩礼？彩礼是什么？终于让我碰到一个不拜金的女孩。哪来的傻女人，连彩礼都不要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姑娘，我摆不起酒席，也没什么亲朋好友，你愿意和我成亲吗？一个时辰后，虾仁带着女子回到了自己租住的破屋里。婚礼很简陋，没邀请任何人，两人简单拜完天地，便准备洞房了。这位姑娘还不知道你的芳名？我姓邱，名之和。邱姑娘，你为何一定要找炼气2层且身具冰火双灵根的道侣？我和家人被魔门圈禁数年，期间他们都惨遭毒手，我获救后孤苦无依，便想寻一名道侣共度余生。由于我体质特殊，只能和冰火双灵根的男修修炼。那你老家在哪里？还有其他亲戚？虾仁话还没说完，对方忽然褪去了外衣，清洗梳妆之后，邱之和的长相和身材原来如此完美，清纯与妩媚并存，比前世的明星还要惊艳。虾仁一时间竟看呆了。邱姑娘，你这具身体太弱了，不到37便缴械了，实在是丢人啊！不管了，还是正事要紧。听人说与道侣合修后，能明显感受到体内灵气增加，我这便试上一试，看这条路行不行得通。虾仁用心感受良久，灵田内却没有丝毫变化，他霎时万念俱灰。所有的路都断绝了吗？我还不如自行了断，免去再受5年的身心折磨。完成第1次双修，获得修行点2，可加到修为或技能上。穿越2年，受尽磨难，金手指终于出现了吗？虽然我无法探出双修之法，但现在有了金手指，一样可以提升修为，还怕去除不了丹毒？虾仁压下心中的狂喜，强行冷静下来，研究起了眼前的系统。姓名虾仁，寿命40%35，修为炼气2层192%，职业但是学徒193%，夫妻亲密度105%，亲密度过低无加成，可用修行点2，全都加到修为上。嘿嘿，还差6点修为就能突破至炼气3层了，得再搞一些修行点。虾仁想要找邱之和再搞一些修行点，却见对方此时背对着他，似乎已经睡着了。他刚从魔窟中逃出升天，方才又初为人父，想来是极为疲乏了。我这时候还只想着自己，真是畜生不如啊！而且如果强来，夫妻亲密度恐怕会降低，得不偿失啊！想到这，虾仁也躺下来准备休息，不料身旁却传来一阵声响，睁眼看去，一双漂亮的杏眸正冷冷地盯着他。邱姑娘，你获得修行点2，夫妻亲密度过低无加成。加点，继续加到修为上。邱道友，方才你我合修之时，为何我感到一阵彻骨的冰寒？我乃天生冰灵体。冰灵体，那为何冰寒之后，我又感到一股炽烈的灼热？我在魔门遭受折磨，火毒入体，是以体内冰火2重天。怪不得不是我的问题就好。邱姑娘，你放心，你我既已结为夫妻，日后我必会好好待你。今日你也乏了，早些歇息吧。邱姑娘，你获得修行点2，夫妻亲密度过低无加成。这样下去，我修为没提升上来，身子就被掏空了，恐怕还活不了5年呢。此时，背对虾仁的邱之和眼眶泛红，神情凄然，感受着修为尽废的灵田中奇迹般的涌起丝丝滋润。他苍白的脸上现出一丝喜色，但仅仅一瞬，又被鄙夷和不屑代替。而这鄙夷和不屑，不是对虾仁，而是对他自己的。夏青年，今日你身已污秽，便放下一切自傲，与这男子勤加双修，早日恢复修为，为师尊和同门报仇雪恨。不，青莲门圣女夏青莲已经死了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邱之和，一个不知羞耻、一心只为双修的卑贱女修。只是双修之法需道侣身心同步，方可提升最大。这虾仁太弱了些，需加想法子。
虾仁穿越修仙界身中丹毒，只有寻求道侣双修才有一线生机，但他万万没想到，修仙世界居然也要彩礼。虾仁，你的相貌我勉强算是满意，接下来我们谈谈彩礼吧。彩礼？修仙世界娶妻也要彩礼吗300灵石，一座灵脉仙符，房契上只能写我一个人的名字。什么？我1个月的薪水才3枚灵石，这修仙世界的彩礼怎么比穿越前的那个世界还离谱啊？李道友，敢问你1个月收入几何？我在胭脂阁做女士，1个月能有2枚灵石。你的薪水这么低，凭什么要这么高的彩礼？哼，就凭我的姿色。告诉你吧，我前男友可是月薪10枚灵石的修士。我今天看你老实，算是可托付之人。没想到你连这点彩礼都拿不出来，你可以走了。虾仁不再说话，而是起身走出房间。他应该是史上最悲催的穿越者，在他掌控这具身体之前，原主因生活所迫，一直得炼丹施药，把身子彻底给搞垮了。现在不仅无法修炼，而且如果不能清除体内丹毒的话，寿命最多还有5年。所以他只能另辟蹊径，来姻缘阁找一位道侣双修。虾公子唠得咋样？他看不上我。没事儿，跟我来，这里啥都缺，就是不缺姑娘，肯定有一款适合你。虾公子，这位是张姑娘，你们俩好好唠。虾道友，你的情况王媒婆已经跟我说过了，你有什么想了解的，尽可以问我。虾仁与这位张小姐交谈片刻，双方都觉得颇为合适，很快谈到成亲的事。虾哥，你我既如此投缘，我也愿与你成亲，你只需给一些微薄彩礼。又是彩礼吗？张姑娘，你想要多少？我来自飞云宗外的岐山镇，按我老家的风俗，女修嫁人，夫家需给500灵石，外加一座灵脉仙府。不过我知你不易，灵脉仙府就不用了，只需一座有庭院的2层小楼即可。这彩礼委实太离谱了些，能否实际一点？虾仁，我嫁给你就要伺候你，以后还要给你生儿育女，得意在你，吃亏在我。倘若日后你不能筑基，你我2人合离，我总得要一些保障吧。你我尚未成亲，你就在想和离了？况且我们成亲更多是为了研习双修之法，并非要你伺候我，你怎就吃亏了？对，若日后我俩却能双修，那就是我助你修行，这点彩礼更算不上什么。张姑娘，双修本就对双方有益，为何独是你助我修行？呵呵，既是双修，若我日后得大道，位列仙班，你500灵石就娶了一个仙女，你岂不是赚大了？我操！张姑娘，你的要求恕我难以接受，告辞。咋样？这2。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.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.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. I got facts over tracks, this and that. Spitting slow, spitting fast. I could roast, I could gas. Think I'm okay at last, but I don'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. And the pettiness,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. Hilarious, you think you're worth my time, you're delirious. Mysterious,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. Inferior, you know I'll always be. 翌日，虾仁又请了1天假来相亲。虽然昨天被数名女修拒绝，但为了活命，他只能继续碰运气。哎呀喂，虾公子，你来的正好，大喜大喜呀！王婆，你就别拿我开涮了，我这样子何喜之有？你知道魔门覆灭之事吗？自然是听说过，可魔门覆灭与我相看道侣有何相关？魔门多年来掳掠圈禁了无数女修，如今魔门覆灭，这些女修都已获救，只是她们身陷魔窟多年，身心和修为有损，不少人都急于找一个合适的道侣作为依靠，彩礼方面自然也不会要太多。现在就有几位获救的女修在我们姻缘阁，你若有意，我这就去给你安排。哦，那就麻烦王婆了。虾仁在大厅安静坐等，旁边不少男修搭话聊天，交流经验，大都是抱怨女修要求太多，彩礼太高的。而有些人聊着聊着话题就跑偏了，开始说起3大宗门围灭魔门之事。据说田禄山一战至少陨落了上百筑基，10余名金丹，甚至还有几位元婴，这才击杀了魔门门主和魔门圣女。这一战想来极其惨烈。听说那魔门圣女夏青莲相貌身材都是极品，就这么死了，可惜可惜啊！那可是魔门妖女，小心吸干你的骨髓。
这些男修说起魔门圣女夏青莲，个个激动兴奋，虾仁却是心无波澜。他现在只想活下去，什么宗门恩怨、筑基金丹，离他这种小人物都太遥远了。虾公子，安排好了，随我来吧。好，我可以与你结为道侣，不过有几个条件。刘姑娘，请说。我有一个孩子，所以我将来不打算再生育。我希望虾道友将我子视若己出，你是否能做到？这，我知如此对你不太公平，所以彩礼就不要太高了，200灵石即可。对了，听说你在翟雨巷租房住，我希望你至少在彩凤街买一座居所，我不想孩子跟着我受苦。哼，虾道友，我有一个姐妹，40多岁，带着2个孩子，上个月刚嫁给了一位筑基大修，彩礼1000灵石，1把上品飞剑，1座灵脉仙斧。见你不易，我才降低了许多要求，你莫要不知足啊！刘道友如此美貌，的确不应委屈自己，千万不要放低要求，相信你总有一日也能嫁给筑基大修。告辞。谈得如何？王婆，若剩下几位也是这样的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虾公子，剩下几位真是魔蛮获救女修，据说在魔门内遭遇颇为凄惨，他们的彩礼绝对不高。你再看看，也许有天赐良缘呢。虾仁想想自己体内的丹毒，心里一叹，只得点头同意。虾道友，我对你颇为满意，只需200灵石彩礼，1座带花园的新房即可。小姐，在下高攀不上，祝你早日觅得良人。虾道友，你我志趣相投，彩礼便减半吧，100灵石，2枚2品灵丹，1把下品飞剑。道友告辞。虾公子，今日便如此吧，以后我再给你留意。虾仁默默点头，拖着疲惫的步子往外走，却见门外戏谑中走进来一名女修。我想找一名道侣。千里姻缘一线牵，良人就在姻缘阁。道友，你来对地方了。敢问你对道侣有什么要求？炼气2层，冰火双灵根，难修即可。这位道友，我就是炼气2层，冰火双灵根，你要多少彩礼？彩礼是什么？